还有又见面了，荧幕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Ryan。看到我身后这辆我的 Brodor Asia， 没错，今天又来分享一下这辆 Asia 的内容好啦。之前其实我有分享过2部关于我的这辆 Brodor Asia 的内容啦。一部呢就很无厘头的介绍这辆车的优点，另外一部就很正经的讲这辆车的缺点。还没有看过2部视频的观众朋友，这个视频过后你们也可以过去看一下，了解一下啦。至于今天我就要来 DIY 我的 Brodor Asia。到底我会 DIY 些什么东西呢？就请观众朋友继续看下去吧。在影片开始之前希望第一次来我频道的观众朋友，又或者是还没有订阅我频道的观众朋友，可以支持我一下，订阅我的频道，还有开启小铃铛。在这边也非常谢谢你们的支持。OK 啦，这样的话就让我们开始我们的 Asia DIY 第1集吧。Let's go。好，观众朋友，今天我们的 Asia DIY 第1集要 DIY 些什么东西呢？今天要来 DIY 我这辆 Asia 的 Interior。我的这辆 Asia 呢，它是一个 X 版本的啦，所以在这个 Aircon 的旋钮是非常普通式的旋转的旋钮，然后它的后尾的灯是 Orange color 的，我觉得非常的难看。再来就是静压的排档杆显示这个 PRNDSB 的这个灯也是 Orange color 的，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难看。再来就是这个屋顶灯也是 Orange color 的，真的是非常难看哦，所以我决定把它换掉，换成白色的 LED 灯。这样子要如何换呢？其实这个换的方法非常简单，我们就先从这个屋顶灯开始换起。首先在换这个屋顶灯之前，我们要准备些什么东西呢？我们要准备东西非常重要，就是 LED 灯我在讲废话，换灯不准备 LED 灯。这个屋顶的 LED 灯呢，非常容易买到你们只要去 Mr. DIY 就可以买到这一个屋顶的灯了。然后这个灯其实也便宜大概几块钱罢了。所以现在我们就开拆吧。在换这个屋顶灯之前我们先来确保一下我们的屋顶灯是有操作的。操作正常。如果是说操作不正常的话，你们就可以先去 check 一下 wiring 啦，是不是你们的 wiring 问题？所以拆的方法非常简单，你只要把它大力出机器扣下来就可以了。这个时候你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屋顶灯了啦，所以你们就把它拔下来。然后把我们新买的 LED 灯装上去 ，OK， 然后测试一下放生。操作正常，不要没有事有些人就是没有事装上去有问题又再拆，所以操作正常。好了，操作正常，是不是很简单呢？好，这个屋顶灯换好了。现在我们来换一下这个排档杆的灯。这个排档杆的灯其实要换的方式也非常简单只要4个字：大力出奇迹。我们只要把这个 cover 给拔上来就可以了，是不是很容易？Brodor 的 plastic cover 还是好拆一点的，Brodor 呢就比较难拆。就这样子，大力出奇迹，就把它开起来了。然后你们看到这个灯吗？这个就是我们静压排档杆的灯，所以我们就要把它转开来。转出来了过后，可以看到它的灯所以我们转了过后，就可以得到一个 T5 的灯泡啦。它就是一个 Orange color 的 halogen 的灯泡。所以我们现在就把它换成 LED 的白色灯泡。所以这个就是 T5 灯泡。要如何取得？非常简单，你们只要去 Shopee Motorsport 搜索 T5 LED bulb 就有了。价钱也很便宜大概几块钱一粒罢了。所以我们现在就把这个 T5 灯泡装上去吧。好，很直接的就把这个 T5 灯泡直接插下去这个 socket 里面，然后我们测试一下它的function。OK， 操作正常。观众朋友，如果你们把这个 LED 装下去的时候，然后开启这个 switch， 这个灯没有工作的话，你们也不要紧张，可能你们插倒反了。因为 LED 灯泡呢，它是有加减正负之分的，所以你们可以把它倒反插，然后再来测试。如果是说你们倒反插了过后还是没有亮的话，就证明你的 LED 灯有问题了啦，你要跟那个厂家去兑换所以大概是这样子。现在我们把我们的 socket 装回去啦，然后一样测试一下。操作正常，有亮灯，所以这样就完成了这一个排档杆的 DIY 啦。装回去的方法也很简单，4个字：大力出奇迹，压好压实就可以了。好，这个静压排档杆的灯泡 DIY 就是这样子啦，是不是很简单呢？现在我们来进行这个大魔王的部分，就是这个 Aircon switch 的灯
首先第一个就是要把这个 meter 的 casing 给拆掉。我们可以先把这个 steering 调小一点，呀啊，是不是大力出奇迹？拆出来啊！再来第二个就要把这个中间的这个 aircon vent 的 cover 给拆掉。这个 aircon vent 呢，它是没有任何的螺丝，所以你们拆的时候不必担心。它拆的话也非常好拆，它的韧性非常的好。如果是之前好像 Proton Saga 那种 FLX 啊 BLM 那种，哇，那个就非常的难拆，那个塑胶就很硬。但是这个ASIA的非常好拆，它的质地虽然讲是 hard plastic 啊，可是还是蛮有韧性的。好，把这个 aircon vent 拆掉了过后。接下来我们要把这个冷气的旋钮，3颗的旋钮给拔出来。不过这个旋钮可能它会比较紧啊，你们需要耗费一点力气才有可能把它拔出来。然后你们就可以看到里面就有2颗螺丝，这2颗螺丝是必须拆掉的，不拆的话，你们硬拔这个东西会爆啊。好，把这个螺丝拆掉过后，我们就可以把前面的面板给拆出来啦。这个面板蛮容易拆的，都是 clip，OK， 它的韧性也是蛮好的。然后就可以看到2颗这个后尾的灯啊，这个2颗就是 All-in 灯，所以我们把它换掉。好，换上我们的 LED 灯泡 ，OK， 然后测试一下，那这个就是装到反。那还有加减之分，所以如果装到反的话，你们就可以把它对调来测试。如果是说倒反了过后还是不可以，就证明 LED 灯有问题了啦。所以我们在装这个东西的时候，如果是说你没有把你的这一个旋钮转在最低的位置，这样子的话你又担心装错怎么办 ？OK， 教一个小方法啊，你可以先用这个东西，大概差了，我把它转最低啊，是吧？然后看准你的这个东西它的标识，这个标识把它插下去就对了，肯定不会错。Yes. Bos, apa sini? Ambil video. DIY. Ambil video. Dia untuk? DIY. DIY. A few moments later. 所以看到没有，时常就遇到这种事情。我们在外面拍片就会遇到这种事情，警察看到就来问一下，询问你，来关心你。当然你们就很客气的跟他讲，哦，你们在做些什么东西就好了，不用特地去跟他 fighting 啊之类的，他们也只是立场的询问一下。说好了，我们第一个 DIY 就完成了啦，现在就来进行我们第2个 DIY， 就是来升级这个 interior。之前啊，这个 Rider 在我第一部影片的时候讲这辆 ASIA 的这个 dashboard 啊，非常的 hard plastic， 所以啊，我就准备了这种 piano black 的 cover 来升级这个 dashboard。这种 piano black 的 cover 啊，非常简单，都是买 double tape 的，所以只要粘下去就可以了。当然，这个 cover 啊，也不只是有这个 piano black 啊，这个 Shopee Motorsport 那边呢是有卖 carbon fiber、forged carbon 啊这3种 pattern 啊，所以就看你们喜欢。我个人是不太喜欢 carbon fiber 跟这个 forged carbon 啊，所以我就选择了我最喜欢的 piano black。所以我们现在来预组一下，来看一下要如何把这个东西摆下去吧。2,000 years later. 好，我已经把这个东西预组上去了。为什么要预组呢？就是防止东西装太多，看起来很违和，太过头了。所以我们要先预组，然后装上去过后看，这个效果如何？效果是不是你想要的啊？如果是说这个效果是你想要的，你才来正式的粘。这样子的话呢，你们就会粘完了才发现，哇，东西好像有点多，过头了，然后要把它拔出来就很麻烦。所以我们在装东西之前，我们会做个预组，然后看一下效果如何。所以整体来讲，我这样子放下去，我看了 OK 了，不会太过有那种违和感。所以我们就开始把这个东西粘下去吧。Later. 好，终于花了一段时间把这一个 Piano Black 的饰板通通都粘上去了啦。现在这个 ASIA 的 dashboard 呢，看起来就比较有层次感了，不会有那种很 boring 的感觉。
这样子来讲的话，这个 Piano Black 饰板其实还算是蛮不错的啦。好啦，装完了这一些饰板过后，我们来进行最后一个 DIY 啦。最后一个 DIY 是什么东西呢？最后一个 DIY 就是要安装这个 OBD 的 meter 啦。众所周知嘛，这个 S 版本的阿西亚它是没有转速表，也没有水温表的嘛，所以平时我们驾驶的时候，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车子转速为多少。然后呢，如果是说今天我们的当地有漏水，或者是水坝有破洞的话，这个 engine 是热到无法再热，这个 meter 才会亮红灯提醒你，你的车子已经是 overheat 了的。等到那个时候啊，我觉得就有点危险啊，因此我就决定装这一个 OBD meter。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转速还有我们的水温如何。而且啊，这个安装方式非常简单，只要一插下去就可以了。好啦，讲这么多，现在我们就来开始安装我们的 OBD meter 吧。好，打开这个 OBD meter 里面呢，其实东西没有太多啦，就有一个 suction、OBD 的 cable、OBD meter 的本体，还有一个翘板，还有一个 USB 的 cable 啦。所以我们就开始安装这个 OBD 的 cable 先咯。观众朋友，通常啊，我们的 OBD socket 呢是很容易找的，大多数都是在 driver side 下面。可以看到阿西亚的就在这边，靠近 center console 这边。所以我们就把我们的 cable 给它装上去。OK， 现在我们就把我们的 OBD socket 插下去了。然后 wire 的话是从这边延伸上来到这边，所以蛮简单一下的啦。好，我已经把我的这个 OBD meter 安装好了，然后我安装方式非常简单，就是用它附送的 suction， 然后安装在这个 OBD meter 的屁股，然后塞在这个大镜上面。当然，你们要选择粘在这个 dashboard 上面也是可以的啦。不过我不太喜欢把东西粘在 dashboard 上面，我是怕弄坏 dashboard 啦。毕竟这个大镜嘛，每年都可以 claim 一片的嘛，是不是？大镜有问题 ，claim 掉它就可以了。dashboard 没有的 claim。然后这个 OBD meter 呢，它可以显示的东西也算是蛮多的，像是时间啊、电池，你的车子电池的电为多少啊，然后 oil temperature 啊、intake air temperature 啊、水温啊。或者是如果是说今天你的车子是原装的 turbo 车的话，连买 turbo 的 pressure 它都可以显示在里面。在安装这个阿西亚之前啊，其实我有把这个 OBD meter 装在我的86那边去 compare 一下它的数据啦。因为我86是有那个水温表的嘛，所以我就有 compare 一下它们的水温到底准不准。得到的结果就是这个 OBD meter 的水温显示跟车子的水温表显示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在水温方面，我觉得算是蛮准的啦。除了它可以显示这些数据之外啊，其实这个 OBD meter 呢，它还有一些功能，像是它可以做0到100或者是100到0的测试，或者是呢，如果是说今天你的车子有出 engine code， 比如你的 air temperature sensor 有问题的话，它也会显示在后尾你的车子有一些什么 error code。至于这个东西有缺点吗？它是有一个小小的缺点，就是啊，它的这个速度显示可能跟你 meter 实际显示的速度会有一点小小的误差。但是这个误差你们可以通过这个 OBD meter 后台的误差值调整去做调整啊，所以这一点来讲的话呢，这个就是要你们花心思去做 setting 的地方。好，观众朋友，这3样东西呢，就是我的这辆 Perodua Asia 第一集要 DIY 的东西啦。不知道今天内容如何呢？欢迎你们在下面留言分享一下你们的看法。除此之外啊，如果是说有跟我同款 Perodua Asia 的观众朋友，你们有些 DIY 想要做的，但是又不懂要如何去做的话，也欢迎你们留言让我知道。我做到的话呢，我会尝试去做，然后拍视频分享让你们知道。但是你们的要求可能也不要太过分啊，像是一些什么也是 manual 的 aircon switch 啊，要改 auto 啊 ，steering 没有 power mode 啊，要改 power mode 啊。不好意思，这些太复杂了，我做不到哈。你们就手下留情，写一些简单的东西，我会尝试去做了哈。至于今天分享的这3样 DIY 的东西呢，它的购买链接啊，我会放在下面留言栏置顶那边。你们要买的话呢，你们可以点击这个链接去购买啦。以上呢就是今天的视频内容了啦，下期的视频再见啦，拜拜。